咱们详细说说杀舞。注意，观看本视频请谢绝家长陪同，本频道坚决反对实地调研。简单来说杀舞大体分为3步：一选，2跳，3换场地。主打就是个循序渐进，渐入佳境。所谓选就是选貌，所谓跳就是跳舞。至于舞正不正经，咱们后面再说。而换场地的意思呢，你们都懂都懂。说到大家最关心的哆啦 A 梦，可以说既有良家碧玉的清纯，兼备风尘杨柳的韵味。一句话就是娴静如娇花照水，形动似弱柳扶风。你要问为何如此勾人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舞厅的营业模式，导致了哆啦 A 梦来自各行各业，气质多样，少了些专业性和铜臭味，更接近偶遇和邂逅感，沉浸感极强。首先咱们简单说说为什么要批判杀舞。所谓杀舞呢，也叫莎舞，西北叫黑灯舞，东北叫黑三拳，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名字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，大陆的各个省份或多或少呢都是有的，而最有名、数量最多，大概是川渝地区，也就是四川、重庆等地。有人说东北更多、更正宗，这也不是什么文化遗产，咱们呢就不纠结了。反正这玩意儿带给大家的呢，无非就是那么点资本主义的震撼。说重点杀舞名字里虽然有个舞字，但其实你们都明白，这他妈肯定不是一种舞蹈。至于是什么也不用多说，大家看我用泡泡浴和 KTV 说事儿，也就什么都懂了。当然这3类地方还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属于合法经营的娱乐场所，这和你们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。也就是说杀舞厅有很多哆啦 A 梦，大家也喜欢去体验，不是批判。但同时呢，舞厅的营业信息公开，正常缴税，不仅合理合法，而且安全可靠。可能有人会问， KTV 主打毫无底线，积极主动，泡泡浴呢主打服务8群，安逸享受，杀舞有什么资格和这2个地方相提并论呢？其实这是明摆着的，现在这个时代摸个手都可能被告性骚扰，而一些娱乐场所呢，动辄就要充值成千上万的会员卡，但在这里几十几百个哆啦 A 梦排成方阵，围住舞池考验你，但你要做的仅仅就是走到舞池中间，伸手邀请喜欢的那个，用10几块或20几块为所欲为的拥有对方一首歌的时间，且后续还可能朝着不知廉耻的方向发展。相比日本和越南那种商业化更重、单刀直入的方式，更具沉浸感、多样性和性价比。对于各位来说，那真就是10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朋友还是没什么概念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详细说说杀舞为啥好玩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此人驰骋沙场多年，那是屡教不改甚至总结了一本杀舞宝典，传阅江湖，人送外号沙师弟。据他所说，杀舞极易上瘾，戒断反应极大，到处劝人不要沉迷。可能有人不服气，或者说有些疑惑吧，跳个舞何至于此主要还是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大厅里美女环伺，环肥燕瘦，打扮清凉，妖艳妩媚，极其磨灭人的意志。一句话形容，犹如进了后宫。大家都知道皇帝选妃，那必然是越选越想选，容易沉迷，无法自拔自拔。2、性价比高，众生平等。这条呢很容易理解，只要你进入舞厅，不管你高矮富穷，哆啦 A 梦都绝无偏见，10几20块就能温香软玉，与猫猫舞动青春。可以说此性价比只应天上有，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。3、选择多样，沉浸感强。这条呢就更简单了，很多猫猫不走专业路线，职业和年龄层次丰富，什么夜店型、邻家型、清纯型、网红型，气质外表可谓高级多样，非常的有沉浸感。打个比方这种感觉就像你在夜店舞池里遇到的让你心动的哆啦 A 梦，又像是逛街时对面走来一个长腿蓝胖子。沙师弟呢就有过这样一段真实经历，某次他在舞厅看中了一个猫猫，一不留神对方骑着个电瓶车就回家了，他一路追到人家楼下，聊成了第3步，犹如初识的情侣，那是干柴烈火，不是青春回忆青春回忆。4、消费随意，来去自由。
这条说的是门票和酒水，没去过的朋友啊，可能不太清楚。沙舞厅是非常亲民的，不像很多项目进去就得消费，可能还不低，导致很多人批判之前还得先做个思想建设，估算要花多少钱，毕竟地主啊也得精打细算。但在这里呢，就完全没那么多事儿，就是个门票。5. 安全可靠，这条没什么说的，毕竟是大陆少有的合理合法合规的娱乐场所。注意，除了以上5点，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个极容易被忽略但是很重要的沙舞常识，那就是舞厅这么多机器猫都是从哪来的？为何如此勾人？了解了这个常识，大家才能更理直气壮、更有的放矢的进行批判。之前啊，咱们聊过日本、越南和泰国，无一例外，营业场所和哆啦 A 梦呢都是雇佣关系，也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。但沙舞呢，则完全颠覆了这个商业逻辑，变成了猫猫和舞厅之间的合作关系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哆啦 A 梦和舞厅在法律层面上是相互独立的，本质上和你一样都是顾客。先不管他们的实际目的是啥，理论上啊都是来消费的。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哆啦 A 梦在工作，那这份工作呢也是完全自由的。而很多舞厅仅对男性收门票，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哆啦 A 梦来工作，不是消费，顺手赚点零花钱。当然了，这钱也是全归猫猫自己所有。结论就是，你和机器猫的感情发展仅仅是你俩之间沟通的结果，虽然只有一首歌的时间，但可以理解为恋人之间的小秘密啊，秘密，也就成就了沙舞这个磨灭意志的修罗场，非常的考验人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具体怎么批判？根据沙师弟沙场宝典记载，他之所以纵横沙场这么多年，无非是3个步骤8字真言。3个步骤呢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即1选、2跳、3换地儿。接着是8字真言。在说之前，我先发个呼吁。为了不让黄标成为频道绊脚石，能恰点饭赚点钱，如果大家有什么贴片广告之类的商单，可以邮箱联系我，谢了。言归正传，所谓8字真言就是找、选、聊、换、杀、报、勾、文。找呢就是找舞厅，或者说前期准备。选就是选猫猫，是获得极致体验，不是严厉批判的重要一环啊，严厉批判。聊就是聊天，这个因人而异，咱们主要说说套路。换呢就是你不满意的时候去换猫猫，毕竟你们字典里也没有专一2字，当然了，大概率你们就没有字典。杀呢就是中华字典里摩擦的意思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，摩擦。报呢就有点不雅了，就是现场那啥，为了尽量避免黄标，咱们后面再说。勾就是商量下一步事项，比如你家住哪儿啊，我能去做客吗？也就是 ST 的意思。文则是对你的忠告，咱们回头再说。这8个字啊都很容易理解，但沙舞说到底总归是个风月场，夜底呢还是要实话实说。除了灯红酒绿、鲜嫩多汁儿、引人入胜之外，主打就是个漂亮皮囊，口是心非，各取所需。能在舞厅里混下来的哆啦 A 梦，大概率啊，除了一身的本钱，还具备充分洞悉人性的本领，以及阅人无数的经验。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为了让大家棋逢对手，有的放矢的提刀上马，放心批判，咱们详细说说这8个环节，避免最后老牛耕田不撒种，白忙活。以成都为例啊，咱们先讲第1个字儿，找。成都舞厅浩如烟海，每个知名舞厅都博大精深，都可以去批判批判。找的意思也不是单单指找地方，而是做前期准备，大概呢包括4个方面。第一，获得基本信息，这包含了舞厅地址、门票价格、是否开张、营业时间等等。如果没开门，白跑一趟，浪费时间不说啊，还影响心情。但咱们的观众就完全不用担心了，夜迪的频道主打就是个无微不至。我已经帮大家整理了成都各个舞厅的详细信息，会贴在后面的视频里，方便大家批判性的收藏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身在大陆，去地图 App 里搜索舞厅俩字儿，也会有很多结果，自己甄别呢也是可以的。第二，批判前的准备。所谓准备啊，大概包括4个方面，分别是1带零钱，2到300元即可。自认高富帅出手阔绰，那就带500，不能再多了。我知道富裕的家境早已让你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，但实话实说啊，出手阔绰并非什么好事儿，请务必牢记。原因呢，我后面会说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什么 ST 之类的邪念，不好意思，说错了，追求，本频道坚决反对实地调研。2不带贵重物品。你们可能以为是安全考虑，但其实啊，最大的原因是站手，让你无法亲密无间。
如果一定要带，问题也不是很大，一般舞厅会提供存包的地方，但最好呢还是不要带。3. 稳定心态。如果是第一次进舞池，那么多环肥燕瘦，非常容易把握不住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提前做个心理暗示，我就是去观光旅游的，不要慌，避免失了身份。另外呢，很多朋友第一次去，尤其是一个人，心里不免有点小紧张，这大可不必。咱们也说了，沙舞是合法经营的娱乐场所，很少有聚众闹事的，毕竟大家都很忙啊。即使独自一人也完全没有问题。4. 提前去。这里涉及2个具体情况：一，去的人太多，会分批放入内场，晚去的话你就要在外面等了。2. 先到先得，容易获得第一手资料第一手。第3，前期流程和技巧。为了容易理解咱们后面以成都的天涯歌舞厅举例。很多人说天涯今非昔比，这个呢就不纠结了，就是举个例子，毕竟火了那么多年，比较有代表性。天涯呢在金牛区一个院子里，如图所示，院子门口呢有门禁也有门卫，但你别怂，他不是管你的。进大门后呢，直接右转，看到一堆大老爷们排队的就是入口。一般来说舞厅分为上午场、下午场以及夜场。营业时间呢，大概是上午8点到12点，下午14点到18点，晚上20点到24点。注意，这是普遍的营业时间，并非特指天涯。各个舞厅的详细信息放在视频最后，大家自取。而舞厅票价各个地方呢也有所不同，但基本在5块到30块之间。买票的时候有2个小技巧，请大家掌握，灵活应用。1. 如果你不想电子支付或者没带零钱，可以利用买票换些零钱，避免比较机车的哆啦 A 梦拿走你的大钞。2. 如果首次到陌生舞厅，最好先问下售票员，跳一首曲子多少钱，这可不丢人。猫猫虽然可爱，但机车也很多，虚报行情的情况还是有的。而舞厅呢，也不想坏了自己的名头，一定会实话实说。第4，进舞厅。买完票就可以进舞厅了，如果第一次来可能会被震惊到还是以天涯举例。进门后你就会看到大厅里有很多的哆啦 A 梦，没等你分辨什么叫涉世未深，哪个是风情万种，他们早就纪律严明的分成了4队，围成了一个正方形，等着对你进行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。还有很多猫猫坐在茶座上休息玩手机，掐指一算总得有100几十个。进后宫的说法那是一点不夸张。注意，哆啦 A 梦组成的正方形并非舞池，而是邀请区，一般呢会闪出一个入口，你就大大方方的走进去，顺着正方形的4条边寻找喜欢的机器猫，这就完成了第一步。哪怕距离很近，脸贴脸也没什么关系，千万别怂，直到你发现心仪的机器猫，伸手邀请就行了。到此为止，你就进入了第2步选猫环节。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开始骂娘了，不就是邀请舞伴跳舞吗？看我提刀上马！别着急老观众都了解，叶迪的频道主打就是个深入调研，有理有据，实话实说。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，选猫呢都是沙舞最关键的环节，没有之一。外在条件容易分辨，而对方是否机车，如何识别才是关键点。可能有朋友问，机车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哆啦 A 梦滑头，套路多，老油条，磨磨唧唧，一堆破事儿。一句话就是事儿多费钱。所以怎么才能准确识别机车，远离机车，感受伤风败俗的极致体验呢？这就要说到八字真言的第2步，选了。好了，如果你认为我上面说的屁用没有，那就可以订阅关注了。鉴于时间关系，咱们就下期见了。